我今年99岁了，在这个年纪，你甚至能听见时间流逝时的嘎吱声。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总结这一生中见过的最长寿的秘诀，或者最惨痛的失败，那绝不是因为懒惰，甚至不是因为贪婪。真正的杀手是复杂性。我这一辈子都在和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打交道，他们智商惊人，能建立像哥特式大教堂一样宏伟的数学模型，创造出连上帝都看不懂的金融体系。但遗憾的是，他们中很多人最终都输了，输得一无所有，甚至把整个世界都拖进了泥潭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患上了一种现代社会的绝症，我称之为复杂崇拜。人们以为智商能解决一切，但实际上只有傻瓜才试图用更高的智商去解决由愚蠢带来的问题。这是我给年轻人的最后忠告。在这个充满噪音的世界上，聪明人常常被自己制造的复杂迷宫弄得头破血流，而真正的智者却总是靠着那些连小学生都懂的常识，成了最后的赢家。今天，我不打算说什么好听的废话，我要带你用手术刀切开这个世界的假象。我们来谈谈，为什么你的大脑这么喜欢复杂，以及如何用常识这把武器戳破那些精英们精心编织的谎言。如果你想明白为什么聪明人会干出蠢事，别去读什么经济学教科书，那是误人子弟。你要反过来想，总是反过来想。我们来回顾一下那个差点毁掉全球经济的年份。那次危机之前，华尔街就像个疯人院，银行雇佣了一群物理学博士和数学天才，这帮人发明了一种叫做担保债务凭证的怪物。这东西的说明书有上百页厚，全是希腊字母和微积分符号，普通人看一眼就会头晕目眩。他们试图向世界证明，如果你把成千上万笔根本还不上的烂账打包在一起，再用复杂的数学模型搅拌一下，这些垃圾就能神奇地变成最高信用等级的资产。他们管这个叫金融创新，我管这个叫神经病。这听起来熟悉吗？这就像是把一堆发霉的葡萄干和一堆排泄物混在一起，只要你搅拌得足够复杂，用足够高深的公式去证明，它就能变成一块美味的蛋糕。这是一个极其复杂、极其精致的谎言。在这个谎言面前，所有的聪明人都跪下了，银行信了，评级机构信了，就连那些监管机构的傻瓜也信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模型太完美了，太科学了，普通人根本看不懂。这就是心理学上的权威误导和社会认同倾向。因为看不懂，所以觉得它高级；因为大家都信，所以它一定是对的。但是当时沃伦·巴菲特和我在干什么？我们像两个没见过世面的老古董一样，盯着这些复杂的东西，只问了一个连小学生都能问出来的常识性问题：借钱的这个人，他有收入还钱吗？常识告诉我们要反向思考。如果一个人没有工作，没有资产，不管你怎么把他和别人打包，不管你怎么分成，他还是还不起钱。坏账就是坏账，垃圾就是垃圾。不管你给猪涂上多少口红，它依然是一头猪。所以我们要么持有现金，要么持有那些业务简单、一眼就能看透的公司。结果呢？那套由成千上万数学天才打造的如同钟表般精密的复杂系统，一夜之间崩溃了。全球经济差点被打回石器时代，而我们两个只懂常识的老头，不仅活了下来，还在废墟中捡到了最便宜的筹码。复杂是欺诈的温床，也是脆弱的根源。任何需要一本厚书才能解释清楚的赚钱方法，通常都是骗局，或者是等待引爆的定时炸弹。
在金融界，如果有人发明了一个新词，而你听不懂，那一定要捂紧你的钱包，哪怕对方穿着$3000的西装。如果说金融衍生品是摧毁经济的核武器，那么还有一种更隐蔽的复杂性，就像慢性毒药，每天都在商业世界里上演。这种毒药就是被会计术语包装过的假数据。那些衣冠楚楚的投资银行家发明了一个我这辈子最讨厌的词，我不屑于用英文缩写来称呼它，它的全称叫做未计利息税项，折旧及摊销前的利润。听听这个名字，多专业，多有学术感。那些投行的人会拿着精美的演示文稿告诉你，查理，你看，虽然这家公司实际上是在亏钱，净利润是负的，但它的这个未计利息税项、折旧及摊销前的利润是正的，而且增长很快，这是一家伟大的公司。每当我听到这个词，我就想报警，或者至少紧紧捂住我的钱包。为什么？因为这纯属胡扯。让我们回到常识，假如你开了一家工厂，你的机器会磨损吗？你的厂房会老化吗？当然会。几年后，你必须花真金白银去买新机器，修补屋顶。这笔钱在会计上叫折旧，这是实实在在的成本，是你必须支付的代价。这就像你会变老，你的牙齿会磨损，你必须花钱看牙医一样真实。但是这个复杂的概念大笔一挥，把折旧给剔除掉了。这就好比你在计算这个月的生活费时，故意忽略了你必须吃饭和付房租的事实，然后对外宣称自己是个富翁，这不是疯了吗？一旦有人开始跟你谈论这个指标，你要明白，这通常意味着他们在试图掩盖真相。这就是聪明人的傲慢，他们以为发明一个新词就能改变亏损的现实，他们试图用术语的迷雾来掩盖现金流枯竭的恶臭。沃伦和我从来不看那些花哨的指标，我们的算法简单的令人发指，我们只看所有者权益，也就是真实的现金流。公式是这样的，这家公司今年赚进来了多少现金，减去为了维持生意必须花出去的现金，剩下的能装进我们口袋里的钱还有多少？就这么简单。如果剩下的钱是正数，那就是好生意。如果是负数，不管你的用户增长模型多复杂，不管你的概念多时髦，那都是烂生意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有人给我们推销一家电信公司，财报做得天花乱坠，满纸都是增长曲线。沃伦只问了一句，这家公司每年要花多少钱更新地下的电缆？推销员愣住了，因为一旦算上更新电缆这笔巨大的、真实的、不可避免的开支，那家公司实际上亏得底裤都不剩。后来，那些被复杂报表迷惑的聪明投资者赔光了所有积蓄，而我们只是靠着记得把机器磨损算进去这个家庭主妇都懂的常识，避开了大坑。年轻人，当有人用一堆你听不懂的专业术语来轰炸你时，不要觉得自己笨。大多数时候，你听不懂是因为对方在骗人，或者他自己也没搞懂。如果说金融衍生品和会计把戏是坏人用来骗傻子的，那么接下来我要说的第三种复杂，是聪明人用来骗自己的。这种毛病在顶尖商学院里最常见，我称之为锤子综合症。有一句谚语说，在手里拿着锤子的人眼里，世界上的所有问题都像钉子。现在的学术界，尤其是经济学界，患上了一种严重的物理嫉妒症。他们嫉妒物理学有精准的公式和确定的定律，比如牛顿定律，所以他们也试图把混乱的人类经济活动塞进完美的数学模型里。
最典型的笑话就是那个声称市场永远有效的理论。这个理论宣称市场是完全理性的，股价总是完美反映了所有信息，所以没人能长期打败市场。听起来很科学，数学推导也天衣无缝。但如果是这样，那沃伦和我这几十年在干什么？我们是在做白日梦吗？如果价格永远等于价值，那本格雷厄姆教给我们的价值投资不就成了废纸？那些教授迷信这个复杂的理论，不是因为它是真的，而是因为它在数学上很漂亮。为了这种数学上的优雅，他们故意忽略了最简单、最肮脏，但也是最真实的常识：市场是由人组成的，而人是会发疯的。人有贪婪，有恐惧，有嫉妒，有从众心理。当这些情绪叠加在一起，市场就会变得极度低效。1973年股市暴跌了一半，难道是因为美国公司的工厂一夜之间都被炸平了吗？不是，只是因为人们的情绪从极度贪婪变成了极度恐惧，这就是常识。但那些拿着锤子的教授看不见，他们宁愿相信模型，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这就好比一个人拿着地图，发现前面的路和地图不一样，笨蛋会说，地图错了，我得看路。而聪明的书呆子会说，路错了，我得跟地图走。结果呢，他们掉进了悬崖。现实世界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，不是单靠一门学科就能解决的。如果你的工具箱里只有一把锤子，你注定是个失败者。所以我逼自己学习多学科的知识。我不需要成为物理学家，但我得懂临界质量。我不需要成为生物学家，但我得懂进化论。我不需要成为心理学家，但我必须精通人类误判心理学。这就是我说的多元思维模型。当你遇到问题时，不要只用经济学去解，你要问，从心理学看，这合理吗？从工程学看，这有冗余备份吗？从历史学看，这以前发生过吗？聪明人喜欢建空中楼阁，而有智慧的人懂得用跨学科的常识打地基。别被你的学历限制了，放下锤子，学着用螺丝刀和扳手。工具越多，你看世界的眼光就越毒辣。为什么我们的大脑如此容易被复杂性欺骗？这就涉及到了我一生钻研最深的领域——人类误判心理学。我花了几十年时间研究为什么聪明人会做蠢事。我发现，人类的大脑在进化过程中并不是为了追求绝对的理性，而是为了生存。这导致我们的大脑里预装了很多快捷方式。在原始社会，这些快捷方式能救命，但在现代金融市场，它们能让你破产。比如激励机制偏差，哪怕是一只老鼠，如果你给它正确的激励，你也能让它学会跳舞。在华尔街，如果你付给理财顾问高额的佣金，让他们卖垃圾债券，他们的大脑就会自动合理化这个行为，真诚地相信这些垃圾是黄金。这就是为什么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否需要理发。再比如，避免痛苦的心理否认。当现实太残酷，比如你的股票跌了 50%， 你的大脑会启动防御机制，拒绝承认亏损，甚至会幻想着它会涨回来，直到亏光为止。这种心理在爱情和投资里一样常见。还有简单的联想误导，因为拿破仑是个矮个子，人们就觉得所有矮个子的将军都很厉害。因为过去几年某种加密货币涨了，人们就觉得只要是看不懂的电子代码都能发财，这简直是愚蠢至极。聪明人往往死于过度自信，他们觉得自己能克服这些心理偏差，但我告诉你，我也克服不了。我只是意识到了他们的存在。
每当我做一个决定，我会拿出一张清单，上面列着20多种心理误判倾向，我会一个个对照。我是不是因为嫉妒？我是不是因为喜欢这个推销员？我是不是因为已经投入了沉没成本而不舍得放手？这种检查过程一点也不性感，甚至很繁琐。但这就像飞行员起飞前的检查清单一样，它是保命的根本。那些自以为不需要检查清单的天才飞行员，坟头的草都已经2米高了。在商业世界里，还有一种常识，经常被聪明人为了短期利益而抛弃。这种抛弃往往是灾难的开始。在金融中心，人们喜欢计算复杂的概率。如果我撒个小谎，掩盖一下产品的缺陷，能多赚1000万，而被发现的概率只有 5%， 罚款只有500万。那么从数学期望上算，这笔买卖划得来，他们把这叫风险控制或合规成本。我觉得这不仅是道德沦丧，更是智力上的愚蠢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只计算了金钱的加减法，却忽略了信任的乘法。如果你撒了一个谎，为了圆这个谎，你得撒10个更大的谎，你得在合同里埋下复杂的陷阱，你得花大价钱请律师防守，你的脑子得时刻紧绷，生怕真相暴露，你的生活会变得无比复杂，充满焦虑。而我和沃伦，我们要么是圣人，要么是我们太懒了。我们选择了最简单的策略，极度诚实。这不仅仅是因为道德，更是因为效率。说实话，你就不用记那么多东西，不用担心说漏嘴，不用设计复杂的骗局。我们有个简单的原则，绝不把我们自己都不愿意买的东西卖给客户。这种铁一般的诚信，让我们错过了很多赚快钱的机会。但它带来了什么？它带来了复利般的信任。当有好公司想卖身时，他们第一反应是找伯克希尔，因为他们知道交给我们，我们不会为了短期财报好看而毁掉他们的品牌，也不会随意裁掉他们的老员工。这种信任让我们不用竞标，不用路演，甚至不需要复杂的尽调，往往几句握手，几十亿美元的交易就成了。这就是简单的力量。我们的交易成本极低，决策极快，而且晚上睡得像婴儿一样香。反观以前那些倒闭的能源巨头，那些绝顶聪明的高管设计了世界上最复杂的金融结构，把债务藏在几百个壳公司里。他们以为那是完美的骗局，结果呢，他们死于复杂，死于对常识和道德的践踏。诚实是这个世界上最奢侈的常识，也是最高效的策略。在这个充满套路和算计的时代，做一个简单、诚实，甚至有点笨拙的人，其实是对那些聪明人进行的降维打击。当你的对手忙着编织复杂的谎言网时，你只需要站在那里讲简单的真相，你就已经赢了。现在我们要从思维转到行动。当你的脑子装满了常识，你会发现一个很尴尬的现实。在这个喧嚣的市场里，你几乎无事可做。聪明人受不了，无所事事。他们觉得既然自己聪明，就得不停地操作。他们设计量化模型，每秒交易上千次，盯着10几个屏幕，试图捕捉每一个微小的波动。他们认为只有频繁买卖才能体现勤奋和专业。在我看来，这不仅没用，而且很蠢。常识告诉我们要反过来想，好机会是稀缺的，天上不会天天掉馅饼。一家伟大的公司出现极其便宜的价格，这种机会就像日全食一样，几年甚至几十年才发生一次。所以我和沃伦平时在干什么？我们在等待，我们要么看报纸，要么打电话，要么发呆。我们像2块石头一样一动不动。
这对那些信奉勤劳致富的华尔街精英来说简直是折磨。他们觉得我们是在浪费生命，觉得我们老糊涂了。但这就是我们的秘密武器。我们学习伟大的棒球手泰德·威廉姆斯。泰德是击球率之神，他的秘诀很简单，把击球区分成几十个小格子，只有当球飞进那个最完美的甜蜜点时，他才挥棒。如果球稍微偏一点，哪怕全场观众都在嘘他，哪怕教练骂他消极，他也绝不挥棒。他在等那个必胜的简单的球。投资也是一样，聪明人想打每一个球，想从每一次波动中获利，结果呢，他们不仅累，还因为挥棒太频繁，出错率很高。而我们可能等上5年都不买一股。我们读了几千份财报，只为了寻找那一个完美的不用动脑子都能看懂的机会。但是请记住常识的另一面，一旦那个球真的飞进了甜蜜点，你必须用尽全力把球棒挥断。当机会来临时，比如1988年的可口可乐，或者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美国运通，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会怎么做？他们会犹豫，会计算复杂的风险模型，然后小心翼翼地买一点点，美其名曰分散投资。而我们这些懂常识的莽夫会怎么做？我们会扔掉球棒，直接扑上去，把手里的钱全部投进去，甚至加点杠杆，全部压上。这就是极端集中投资。教科书教你要分散投资，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。他们说这是现代投资组合理论，听起来很有科学依据。但我觉得这不过是无知者的挡箭牌。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那就分散投资，这是对的。但如果你真的看懂了一个机会，如果你花了10年时间等待这个机会，为什么只买一点，然后把剩下的钱去买那些你并不看好的东西？这根本说不通。常识是，当你确信自己会赢时，就应该下大注。我和沃伦的投资组合都很集中，我们的前5大持仓通常占到总资产的大部分。有人说这样太疯狂，风险太大，我觉得不，反而是最安全的。因为我们对这5家公司了如指掌，我们知道他们怎么赚钱，知道他们的护城河有多深，知道他们老板有多诚信。我们专注这5个篮子，比那些盯着100个篮子的基金经理更有把握。说得更明白点，就像你去看医生一样，你是想找个什么都懂一点的全科医生，还是专门治你那个病且治愈率100%的专家？多元化就是平庸的代名词，专注才是卓越的开始。这种屎一样浸着，一有机会就疯狂下注的策略，听起来特别简单，但又违背人的本性。它需要你有极强的耐心，要忍受长期的无聊，需要极大的勇气，在关键时刻赌上一切。这不需要高深的数学或复杂的模型，只需要你对自己诚实，尊重常识。既然我们在谈论常识，那就不能不提我最喜欢的思维工具——反向思考。你要是想帮助印度，你不应该问我怎样才能救助印度，而应该问我怎样才能毁掉印度。如果你找到了毁掉它的方法，然后避免做这些事，你就成功了一半。大多数人总是在想，我如何才能变得富有，我如何才能变得幸福。这种正向思考往往很复杂，因为通往成功的路有千万条，很容易迷路。但我总是问自己，我如何才能过上悲惨的一生？这太容易了。我想出了很多办法。第一，要反复无常，做事情3天打鱼2天晒网，让人永远无法信任你。第二，要从不吸取教训，只从自己的经验里学，绝不从别人的失败里学。
第三，要在遭遇打击时意志消沉，哪怕是一点点挫折，也要趴在地上哭个没完。第四，要嫉妒，每天盯着别人的成功，让自己心里充满酸水。第五，要怨天尤人，觉得世界欠你的，觉得所有的不幸都是别人的错。你看，只要你避开这些悲惨秘方，你的生活再差也差不到哪儿去。这就是反向思考的威力，它能把复杂的问题瞬间简化。在投资里也是一样，别总想着我怎么能抓到10倍股，先想想我怎么才能不亏钱。如果一家公司的财务我看还要猜，那就不买。如果一家公司的老板喜欢吹牛，那就不买。如果一家公司的业务受到科技变迁的威胁，那就不买。把你所有能想到的死法都列出来，然后绕着走。这听起来很消极，但实际上这是最积极的策略。因为如果你排除了所有的失败路径，剩下的那条路哪怕再慢，也是通往胜利的坦途。这个世界上有2种知识，一种是普朗克知识，一种是司机知识。这个典故来自物理学家普朗克，他获得诺贝尔奖后到处演讲，他的司机每天听，背得滚瓜烂熟。有一天司机说，普朗克教授，这套词我都背下来了，下次去慕尼黑我替你讲，你戴上我的司机帽坐在下面。结果司机讲得非常完美，但讲完后有个物理学家站起来提了个刁钻的问题。司机很淡定地说，真没想到在慕尼黑这么发达的城市，还有人问这么简单的问题。为了表示对你的轻视，我让我的司机来回答。这个笑话很好笑，但现实很残酷。华尔街挤满了拥有司机知识的人，他们能背诵所有的术语，能画出漂亮的图表，说话头头是道，声音洪亮，但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普朗克知识。他们不懂这些术语背后的真实逻辑。最可怕的是，他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。我成功的关键不在于我有多聪明，而在于我知道自己有多蠢。我非常清楚我的能力圈在哪里。我不投我不懂的科技股，哪怕别人在里面赚了几百倍，我也不眼红，因为那不是我的能力圈。我不懂那个游戏规则，如果在那里下注，我就不是在投资，而是在赌博。很多人失败是因为他们误以为自己的能力圈比实际要大，他们赚了一点钱，就觉得自己是股神，什么都懂，于是跨界去搞自己完全陌生的领域，结果输得精光。画出你的能力圈，这个圈子的大小并不重要，哪怕它很小，只要你坚守在里面，绝不越雷池一步，你就能成为那个领域的国王。承认自己无知是智慧的开端。在你不懂的地方说我不知道，这不丢人，丢人的是不懂装懂，最后赔了钱还怪市场。最后我想和你们谈谈人生。我发现那种崇拜复杂的心态，不仅毁了聪明人的财富，也毁了他们的生活。我见过太多特别聪明的人，不光把投资弄得复杂，连工作和生活也一样。他们追求复杂的人际关系，以为那叫人脉；追求奢华的生活方式，以为那叫成功。连感情生活都充满算计和博弈。他们活得特别累，脑子一直高速运转，试图维持那建立在谎言、虚荣、复杂模型和摇摇欲坠的结构上的东西。他们就像在沙滩上建高塔，海浪一来，什么都没了。但沃伦和我，无论是生活原则还是投资原则都一样，简单的常识。我几十年住在同一所房子里，几十年和同一个女人结婚，朋友还是那些老朋友。我不需要维持复杂的人际关系网，因为我只和我喜欢、信任的人打交道。
我不用担心谎言被揭穿，因为我从不撒谎。我不担心明天市场会怎样，因为我持有的都是能经得起周期考验的好公司。这就是简单的力量，它不仅能让你变富，还能让你更快乐。年轻人，我知道你们现在压力很大，这个世界通过互联网、算法和无休止的噪音告诉你们，要更聪明，要更精明，要更全能，要懂更多的新词汇。但我最后的建议是，反其道而行之，追求简单。面对选择时，总是选那个更合常理、更简单、更诚实的选项。如果一个商业模式太复杂，那就别做；如果一段关系让你太累，那就别维持；如果一种生活方式让你入不敷出，那就别过。你要明白，所谓的大智慧其实就是坚持那些最基本的常识，并且一辈子都不放弃。每天醒来，尽量比睡前聪明一点，认真履行你的责任，不管责任多小。遇到困难时，别抱怨，解决问题；面对诱惑，别动摇，坚决拒绝。听起来像老生常谈，对吧？聪明人会笑话这些话，觉得太鸡汤，没啥技术含量。但正是这些老生常谈，构成了我和巴菲特生活的基石。我们没靠什么秘密公式取胜，而是把连小孩子都懂的原则坚持到底。这个世界很奇怪，人人都想找捷径，但他们却忽略了脚下的康庄大道。最激烈的竞争总是在那些看起来聪明又复杂的路线里，哪怕那里已经挤得头破血流，但其实常识这条路上几乎没人走。因为只有少数人有勇气坚持常识，有勇气看起来像个傻瓜。我希望你能成为那样的人，即使别人说你死板、保守或者不会变通，也没关系，让他们说去吧。等几十年后，潮水退去，真相自会显现。当那些复杂的泡沫破裂，当那些聪明人因为各种原因跌倒时，你会发现你依然屹立不倒，你的基础扎实，你的财富真实，你内心平静。然后你就会明白，简单的努力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。别试着比别人更聪明，只要试着比别人少犯傻就行了。我是查理芒格，一个活了99岁的老人。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份礼物，拿去用吧。它不贵，但它是无价的。